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川普一句话把全世界炸醒了。他在社群媒体上高调宣布，感谢中方批准 TikTok 协议。听起来好像5年拉锯战的 TikTok 之争要落幕了，但北京马上放话，演算法还在我们手里。这下问题来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这份协议是美国全面掌控，还是中共暗藏伏笔？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9号通了举世瞩目的一通电话，这也是他们今年第3次对话。而通话后，川普直接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感谢中方批准 TikTok 协议，这话立刻引发关注。美中之间已经持续5年的 TikTok 风波真的要落幕了吗？我们知道，美中在马德里谈判达成的框架协议敲定了3大方向：所有权转移、数据安全以及演算法的处理方式。根据路透社、彭博社引述白宫高层官员的说法，这份协议不只管到谁拥有 TikTok， 更直接深入到董事会结构、资安制度，甚至连伺服器位置都清楚规定。白宫发言人莱维特9月20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终于透露，美国方面已经100%确信协议已经达成，只差最后签署，预计这几天内就会完成。他还透露了协议的一些细节，我们来看几个关键重点。首先，董事会7人，美国占6席，中方只剩1席。莱维特表示，未来管理 TikTok 美国业务的董事会总共有7个席位，其中6席将由美国人担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只能指派1人。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位字节跳动指派的董事会成员还会被排除在 TikTok 的安全委员会之外。什么意思？就是说，未来只要牵涉到资讯安全、国家安全，涉及用户资料、网络安全这类敏感问题，中方指派的那位董事没有参与权。这也是协议用来强化美国控制力的一个设计。第二，核心技术归美方，演算法和数据都由美国控制。这次协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TikTok 的演算法将完全交由美方控制，这可是 TikTok 最值钱、最核心的技术之一。美方不但拿到了控制权，还找来科技巨头甲骨文来主导整个数据与隐私的管理工作。除此之外，所有美国用户资料都得存在美国伺服器，这一点美方抓得很紧。TikTok 未来在美国的资料都必须储存在由甲骨文营运的美国云端基础设施上。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境内的任何伺服器都无权接触美国用户的资料，从储存到监控，再到防止外泄，全都要由美国公司来执行，而且还得配合美国政府监管。第三，字节跳动持股不到 20%， 美国掌控经营权。根据白宫官员的说法， TikTok 未来的美国业务会由一个合资企业来经营，字节跳动在这家公司的持股将低于 20%， 新投资者包括甲骨文公司、知名创投公司安德里森·霍罗威茨和私募基金银湖管理公司。换句话说，不止决策权在美国手上，连资金也美国化了。也就是说，美国资金与美方人马全面掌控 TikTok 的美国分公司，从股权、董事会、资料甚至演算法都由美方主导。莱维特强调，这就是美国优先的落实。他说，我们已经谈妥所有细节，现在只差最后的签署。协议将确保 TikTok 可以继续在美国运营，同时也符合美国国安需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TikTok 即将突破国安争议的重围，继续留在美国呢？虽然白宫非常乐观，还说这笔交易可以让美国用户继续安心使用 TikTok， 但别忘了，这份协议最后还得过美国国会这一关。
因为国会早在去年就通过一项法案，要求 TikTok 必须脱离中共控制，才能合法在美国营运。所以协议只是迈出了漂亮的第一步，它还得经过美国国会的审核通过，还得符合国会制定的法律。而另一边，北京方面也没有松口，再次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符合中国法律，而且要尊重字节跳动的意愿。换句话说，中方也要点头才最终算数。同时，时程表已经出炉。据路透社一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川普将对2024年法律的最新暂停执行再延长120天，意味着协议最终敲定的下一个期限可能在明年4月。也就是说， 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最晚会在2026年4月前定案。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给双方更多谈判空间，也避免协议还没签完就被迫执行封禁。这样看来，这场谈判不只是 TikTok 的存亡战，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美中科技对抗的一场外交测试。值得注意的是，美中针对 TikTok 的谈判看起来好像有了成果，但其实最敏感、最具争议的演算法问题，目前双方各说各话。让我们来具体看看。美方说演算法归美国管。9月19号，川普宣布他已经跟习近平通完电话，对方批准了 TikTok 协议。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双方就很多重大议题都取得了进展，包括 TikTok 的未来营运问题。隔天，白宫发言人莱维特透露了更多协议内容，包括董事会构成、美国用户的资料将由甲骨文管理，以及最关键的演算法也将交由美国掌控。从美方说法来看，这份协议符合去年国会通过的保受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案的要求。但等等，中方的说法却完全不同，甚至表示我们没让出演算法控制权。中共国家网安机构副主任王锦涛日前表示，中美双方达成的框架协议中包含授权演算法与其他智慧财产权，说中共政府将依法审批 TikTok 所涉及的技术出口、知识产权使用权授权等事宜。所以这里的关键是，中方仍保留了对演算法的某种控制或使用权，这明显跟美方强调演算法脱钩的说法产生冲突。另外，针对这项协议内容，学者与国会议员纷纷表示疑虑。首先是对演算法的质疑。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南希·科斯特洛直言，根据现行法律， TikTok 必须是完全美国拥有、完全脱离字节跳动的独立实体，包含经济利益与演算法控制权。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也发出声明说，如果 TikTok 还能跟字节跳动共享演算法，这笔交易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他还警告说，现阶段媒体披露的协议内容可能让新成立的 TikTok 公司仍然依赖中国开发的演算法，这将使中共仍可能影响美国用户所接收到的资讯。美国学界和国会为什么这么紧张？研究显示， TikTok 被中共用来操纵舆论。社会心理学前沿期刊的一篇研究指出， TikTok 在与中共敏感议题上的内容，例如天安门事件、新疆、维吾尔族、香港等议题，尽管少于 YouTube 和 Instagram， 但其演算法却让支持中共的内容曝光度更高。用户在 TikTok 上花的时间越多，对中共的态度越正面、越宽容，甚至更愿意去中国旅游。这些研究让美国国会和舆论越来越警觉，演算法不是单纯的推荐工具，它可以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输出管道。其次是质疑，尽管股权结构符合法律，但还不够。华盛顿邮报报道，新的 TikTok 美国公司股权分配，字节跳动少于 20%， 这样的结构在形式上确实符合国会法案要求，但并不代表合规，因为该法案还有一条明确规定，
演算法不能跟中共控制的实体有任何合作关系。总结以上，我们可以看到 TikTok 未来在美国的命运仍是未完待续。目前看起来，川普政府与中方是想尽快让这份协议落地，但国会那一关还没过，中方那边也还没完全让步，而最致命的争议点演算法的控制权正是这场交易的命脉。 TikTok 之争早已超越一款 APP 的存废，它是资讯战、舆论战，也是美中地缘政治的一场正面冲突。当演算法成为影响人思想的工具，你还会不在乎它被谁控制吗？目前整体来看，这份协议是美中在长期僵局下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就算双方谈成了，最后还得经过美国国会点头，以及接下来中方最后真实的态度。TikTok 能否真正美国化，走出这场跨国风暴，还要继续往下看。这次 TikTok 协议之所以能够谈成，背后的推手不是别人，正是川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根据中方谈判代表李成钢的说法，中方之所以愿意接受协议，是因为双方在谈判过程中认识到稳定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他话说得很外交，但翻译一下其实就是我们撑不住了，不让步就要被美国修理到更惨。中共为什么让步？两大原因很现实。第一，中国真的离不开美国的科技与市场，尤其是半导体和 AI 技术领域。美中之间的关税战 2.0 开打后，中共撑不住，打不起了。第二，川普这次不是假喊，是动真格的，不像过去可能留点余地，这次直接祭出一连串重拳，让北京高层压力山大。换句话说，在美中经贸谈判里，这一次川普政府牢牢掌握主动权，中共被牵着节奏走。马德里谈判前，美国早就备好火力了。9月12号，美国商务部旗下的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32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23家是半导体与晶片相关企业。被列入清单代表什么？意味着他们未来几乎无法再合法取得美国高端晶片与技术，而其中有些企业还被标注为直接断供。这波操作完全就是下马威，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出手。根据数据，到2025年3月，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的项目总数已超过3350项，其中中国企业高达1065项，占近1/3。就连财政部制裁名单里，中方也有近900个对象。这些数字无声地告诉中共，美国不是开玩笑的。策略看似强硬，但其实里面藏着一套围而不死的棋局。美国政府近期虽然祭出更多拟议清单，但另一方面也给出了部分缓和条件，比如批准英伟达公司对中出口限制，在特定条件下对中国出售 AI 晶片，前提是美国政府可以分润 15%。 这种收一手放一手的操作，其实就是兵法上的围三却一，不把敌人逼到绝路，反而开个小缺口，让对方以为可以逃生，结果在过程中被一举歼灭。这一招让中共疲于奔命，既打不起也躲不掉。当然，中共也做出挣扎反击。9月13号，中共宣布对美国晶片展开反歧视立案调查和反倾销调查，还以反垄断为由，针对英伟达展开进一步调查。但这些看起来更像是中共的虚张声势，做做样子，主要目的就是拉高喊价，留一点面子，好跟美国谈条件。最终他还是让步了，同意 TikTok 协议的基本框架。在马德里谈判后的记者会上，中共谈判代表李成钢语气明显低调不少，说中方注意到美方还在不断扩大对中方企业的制裁，已向美方提出严正关切。这说法怎么听都不像过去那种呛声式的发言，更像是小声抱怨，语气软弱。这也说明
中共其实心里很清楚，在这场谈判里自己是弱势的一方。明显的是，这次协议中共表面是谈判，实质是妥协。川普政府靠着一系列步步紧逼策略，逼得中共不得不点头。您怎么看 TikTok 这场5年的拉锯战？随着 TikTok 协议的达成，真的是美中关系转折点，还是一场新科技冷战？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